你也都在用 ChatGPT 练习语言吗？特别是有 Plus 方案的人，应该很常都会利用语音模式来练习听跟说的部分。那么读写的部分，大家都是怎么练习的呢？今天我就要来分享我每天使用的英文学习的10组 Prompt。Go！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！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，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。想要更加深入学习，但常常出问题，选择学习 Plus 方案，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。或是呢，你愿意支持我们，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官养乐多，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。影片要开始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10组英文学习使用的 prompt 呢，主要都是针对读跟写的部分，特别是第一个 prompt 非常重要，主要呢就是用来测验你的英文的能力。毕竟呢，你要学习英文之前呢，先了解你自己的英文能力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10组 prompt 通常我第一个呢就会先测试一下自己的语言能力目前在哪里，而且我每天都会做一次，持之以恒下来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你越后面你的英文程度默默的就在提升咯。这10组 prompt 呢，我们就往下一一来进行吧。Go go！ 好，很多人呢现在都有透过 ChatGPT 在练习英文，特别是听跟说的部分。如果有订阅 Plus 版本的人，通常会透过内建的这个语音的模型，然后直接跟 ChatGPT 来进行流畅的这种对话。除此之外呢，如果你要练习读跟写的话呢，你要怎么去练习呢？大部分人会直接呢叫 ChatGPT 的模拟呢，它就是一个英文老师，然后你今天要练习什么样的内容，告诉他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其实在练习之前，你必须要先知道你自己的英文能力在哪里，你才能让 ChatGPT 呢比较准确性的根据你的程度来产生对应的内容，让你去练习读写的部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对自己进行一个英文测验。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，帮我进行一个英文程度测验，包括简单对话、阅读理解、造句或是短文，根据 CEFR 来分级评估我是哪个等级。CEFR 呢是欧洲的一个分级的标准，那或者是你可以说你是要 ACTFL， 那就是美国的这个分级标准，其实都可以差不多。基本上都是就是由简单到难来进行分级。好，你就按照的方式先送出，它会产生一些题目跟内容，然后让你回答完之后来帮你进行分级。好，比如说呢，像他这边给我1、2、3、4个问题而已，你可以简单的按照这些问题来进行回答。然后他说你可以呢 Part 1呢回答完之后再回答 Part 2，或是你可以一次把答案全部秀给他，他也可以帮你进行分析。好，这边一共有11个问题，好，我们来稍微回答一下。好，我们送出之后呢，这边按照你的答案呢，帮你调整、修正，并确认一下你的回答呢，像比如说语法正确、意思清楚啊，完整句有主词、受词表达清楚。然后这边就你可以表达的更自然的用法的方式是什么？整体表现的在 B1 水平啊，这边的阅读理解呢是 A2 到 B1 的理解能力。好，文法的部分呢是 B1 的文法水准，短文写作是 B1 到 B2 的水准。好，它这边呢就会有一个综合 CEFR 的分级评估，大约我是在 B1 的部分。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学习的建议，这个你可以不用管它。接下来你就可以进入第2个部分，我每天呢就会建议大家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进行10个练习。第2个练习就是直接让 ChatGPT 来扮演一个店员，不一定要是咖啡店的店员，你可以随时换一个，比如说是餐饮业的店员、文具行的店员等等。好，按照你的英文分级来跟你对话，然后每次说话呢就会等你回应，然后再帮你纠正这个错误。比如说他这边就问你啦，你就可以按照他的问题呢，然后去回答他。好，比如说像刚刚这个问题回答完之后，他就说回答很棒啊，自然又有礼貌等等，那这个版本就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练习第3个部分，就我写了一段英文日记，然后就帮我改正文法以及解释错误的部分。这个部分是建议大家呢每天呢可以花个5分钟写一段自己今天的一些记事，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英文的日记，然后让 ChatGPT 来帮你修改文法以及解释错误的地方。这时候讲完之后，你就在下面可以贴上你今天写的日记，然后把它送出。好，然后去调整，他看完之后，他如果觉得都蛮正确的，但是还可以改正的部分是哪些，他这边就会帮你修改后，然后建议你错误跟修改说明，这边也会详细的讲出来。有时候他会加上一个整体评价，就是因为你前面已经有做过分级了，所以这时候他有时候会跳出这个 CEFR 的级别可能是哪些，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知道呢，你最近的英文呢是不是练习有一点进步了。接下来你就不用管他是不是要想要什么练习，你就继续你自己的下一个练习。第4个，我会建议大家呢，请他呢按照你的英文程度分级，然后给你一篇英文故事，然后挑出10个常见单字，解释、说明还有造句，好，把它送出。
这边就会产生一篇英文故事，它就按照你的英文的程度来帮你产生，所以呢基本上都会是属于你英文程度看得懂的这个内容。然后往下呢就会有一些常见的单字以及说明还有造句，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呢大家去读一下这些内容，甚至你自己可以跟着念出来一下，这是更好一点的。好，这边有一些练习建议，你可以根据他的建议呢然后去稍微练习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5个部分，我们可以再按照你的英文程度分级，然后问你呢5个有关于生活的问题，然后帮你修正回答的内容。这个生活的问题呢你可以自己修改成比如说家庭的问题、交通的问题、工作的问题、旅游的问题等等都可以，那就会按照你要的这个内容呢来对你提问。好，这边呢它就产生了5个问题。好，这5个问题你就可以一一的先回答完，然后让它来帮你进行修正。好，一样你就回答完之后，然后一次把它送出，然后让它去确认一下你回答的这个句子准确性，以及有没有什么错误需要调整修正的。一样它就是每次呢当你回答完之后呢，这边都会帮你看一下有没有可以再调整的地方，或者会建议你几个不同的版本。其实这个都对于你练习语言有很好的帮助，因为你就会知道说其实说法呢不会只有一种，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说。因为其实我们实际上呢在国外跟别人对话的时候，其实很长你讲的内容的方式并不会那么的按照文法，或者是不会只用常见的那个方法。大部分的外国人其实他们讲话都还蛮口语化的啦，大概就是这样的方式。然后5个问题都看完之后没有问题，那修正呢也练习过一次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第6个部分，按照你的英文程度分级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呢是把单字顺序打乱，然后让你来重组句子检查，然后再确认呢你的正确的语序对不对。好，这个练习呢主要是针对呢你对于英文单字的这个理解，以及呢文法理解的速度到底快不快。如果快的话，其实这种题目呢打乱之后，你应该可以很快的把它重组起来。好，一样我们把答案送出之后，它就会开始确认一下你重组的这个句子到底对不对。然后像这种确认你重组的正确性之后，这边也有一些补充的一些说法你都可以参考去看一下。每一题都会有延伸说法，或者像这个是替代语法训练，然后更生动的版本替代句型训练等等，这些往下的建议跟小节你可以自己看一下，或者是呢参考他的建议再去练习也可以。接下来第7个我建议可以练习呢，就像这样子，依照你的英文程度，请给我5个关于交通的常用英文单字，然后每个附中文跟简单例句。这个主要也是让你去练习生活化一些简单的例句。这个交通的部分你也可以自己去调整成其他的内容。你可以看到了，像我刚刚那前7个内容其实有稍微交替一下，有些是对你提问，有些是提供你内容让你去读一下，你这样呢才不会呢好像一直处于就是像考试的状态，就除了练习之外也可以有读跟写的部分。就像这种你就可以跟着写一次或者跟着念一次，就好好的看过一次，然后它的内容以及例句每天就这样看一点看一点，可以累积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往下第8个，依照你的英文程度分级，用选择题测验我10个英文单字每题可以附图片或是中文提示。那这个附图片呢，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附都可以。一般来说，你可以给你中文提示，然后你等于把它翻成英文就好，也是可以。因为图片呢，我有试过，如果附图片它不会是真的产生图片，而是呢有图示的话，它会提供图示给你。这样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题目是怎么产生的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它提供了我10题的单字选择题。你看，像有些它有这种图在前面，有些没有。如果呢，它要问的东西呢是没有图示的话，就会不显示。像这个都有显示大约的图片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它的内容，然后来作答。一样的，你就输入答案之后，它会帮你跟你说你的分数是多少。那如果有错误的话呢，它也会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，然后跟你说明。好，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练习呢，我会建议大家呢可以按照你的英文程度分级，然后给你一句英文句子，然后你可以试着加上更多细节变成一个长句，然后再请 ChatGPT 呢帮你做修正。好，我们来送出，它就会提供你一个英文的短句，你可以加上更多细节来修正为长句。这个主要就是做延伸句子的这个练习，可以让你在对于英文的描述的时候可以更详细，然后更多细节。好，像那你说明完之后，然后就把它送出，然后它就会去分析呢你这个延伸句子呢表现的怎么样。其实你看即便你已经回复了再完整，它会有一些比较自然优化的版本，主要是呢就是调语感。所以呢其实你可以按照它调整的部分去练习，或者是呢你按照你自己原本的也可以。其实外国人都听得懂，也都看得懂，只是差别在于呢有时候他们讲话的语义
的比较简单一点啊。你看这个往下还有修改以及一些进阶的说明。其实光是呢每天呢这样练习这10个部分，你每天都可以对自己进行一次英文测验，然后每天呢都按照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然后重新来练习一次。比如说像有些是可以修改，像是交通啊、生活或是家庭的相关问题啊，你就可以每天去调整不同的内容。比如像刚刚这个第7个，给你5个关于交通的常用英文单字，那你就可以改成其他的。那每天积少成多下来之后，光是1、2个月之后，你的英文程度在读写的部分呢，会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。如果你对于这些念法，如果想要多一些听的练习的部分呢，除了透过即时的这个语音模式来练习之外，你知道就是像你每次提问之后，比如说呢，这个下方有个大声朗读，你可以按下去。他就按照他刚刚回答的这些内容，然后大声的朗读一次，所以你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，听他讲的内容，然后把眼睛闭上，然后练习一下听力的部分，确认一下呢，你都可以在这样的方式下，正确的听出来他的英文的念法，然后以及呢他在讲什么内容，或者是呢另外给你一个范例，比如像这个是刚刚他修改后的这个自然优化版本，你也可以把它复制下来。比如说贴上去，你可以跟他说回复我一模一样的内容，这样那把它送出。好，这时候你看它就除了这一句话以外，下面就是刚刚那一个内容了，那你就可以在这时候按下大声朗读。那这一句话讲完之后，接下来就是往下会练这一段，这样呢你就可以练习听力的部分，这也是一个方式啦，就是推荐给大家。以上呢就是我建议 ChatGPT 里面呢可以练习的10个英文读写的方式，希望大家呢都持之以恒，英文进步咯。看完上面阿汤使用的10组英文学习的 prompt 之后呢，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学习使用的 prompt 呢？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。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分享出去哦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的教学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那我是阿汤，下次见，拜拜。